狂捞2.7万亿，坑害33万国人。电诈头子佘志江终于被抓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有中招的网友不禁潸然泪下，还我18万多，至今我还在分期还款。还有自己没中招，亲戚朋友中招的骗了我同学8万，骗了我姑爷3万，幸好我从不接陌生电话。佘志江所犯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有网友呼吁，这种人必须公开处毙，不要注射死，必须公开枪毙才有震慑作用。面对佘志江，大家是义愤填膺，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差点靠爱国人设躲过一劫。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隐藏的。首先，他的慈善可不是随便撒钱，而是极其精准的形象投资。大家想想，他在菲律宾直接砸了244万，专门送20个贫困学生来中国留学，这一招有多高明？既在当地赚足了感激和名声，又把自己包装成了促进国际友谊、重视教育的文化使者，格局瞬间就打开了。这比简单捐钱给学校效果要轰动得多。更绝的是，他在泰国、缅甸的操作。他知道东南亚很多地方信佛明心，尊重寺庙，于是他就大把花钱修庙。这个举动在当地人眼里就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有功德有信仰的大善人了。这一下子就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感，让当地社会精英和老百姓都对他放松了警惕。这心思深得很。但要说他最下功夫的还是他的湖南老家，在这里他的表演更加细腻，主打一个衣锦还乡，情深意重。他不是简单的回来摆几桌酒席发点钱就完事了，他是真金白银给村里修路装路灯，实实在在的改善了乡亲们的生活。更狠的是，他每年都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发养老红包。你想啊，老人们拿到钱能不说他好？在2021年春节，他甚至包了大巴车，拉着米面油回村发放。这种特别土但特别实在的方式，极大的增强了亲和力，让所有老乡都觉得佘志江这小子发财了，也没忘本忒仁义。这种用小事积累起来的口碑，是最坚固的保护色。然而以上这些都还只是术，他真正追求的是道，也就是用慈善换取社会地位和光环，彻底洗白身份。靠着这些善举，他至少混了11个华人商会的名誉主席、荣誉会长的头衔。他开始频繁出入高端论坛，和各界名流谈笑风生，还把他在庙瓦底的那个罪恶巢穴亚太新城无耻地包装成响应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最离谱的是，他居然伪造了一个美国名校的博士学历，还靠这个骗到了海南师范大学研究员的职称。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他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爱国侨商、成功企业家。所以大家看清了吗？佘志江的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精准营销。他对菲律宾投教育，对东南亚投信仰，对老家投乡情，对圈子投名望，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为他构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公众形象。这套伪装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他东窗事发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难以置信。这提醒我们，巨大的伪善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罪恶。那么他的罪恶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就要看他的发家史了。我看了一下，他的发家史根本不是什么励志故事，而是一部活生生的投机分子犯罪教科书，核心就3个字：快、狠、准。首先是他早年那种干啥都嫌慢的投机心态，早就埋下了伏笔。他是湖南邵东的农村娃，14岁就辍学了。在走上邪路之前，他干过的行当据说有20多种，从开农用车、修车到推销洗发水、当保安、开按摩店，几乎啥来钱快就干啥。但有个共同点，都干不长久。他后来自己都说过，觉得男孩子做裁缝太娘，学修车又嫌脏，干1个月就撂挑子了。这种对正经工作的不耐烦和轻视，说明他骨子里就渴望一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生活。大概20岁出头的时候，他听说福建老板去东南亚做游戏开发，赚了大钱，这下可算找到人生方向了，立马揣着几万块钱就奔向了菲律宾马尼拉。这一步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投机冒险的不归路。然后就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跃。2012年左右，在菲律宾搞网络赌博，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也是第一桶脏金。他这时候的商业模式已经显露出后来所有的罪恶雏形，而且非常冷酷。他做什么呢？开网络赌博网站，搞私彩平台。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这些网站专门瞄准中国人，精准诈骗自己的同胞。他太懂国内某些人想走捷径一夜暴富的心理了。再加上当时网络跨境监管存在漏洞，他就利用这个法律缝隙，搭建起一套完整的诈骗体系。这根本不是靠什么商业智慧，纯粹是钻空子吃人血馒头。但效果怎么样？惊人。据报道，他搞这行第1年就赚了大概500万人民币，这来钱速度比他之前干过的所有正经行当加起来都快100倍。
这种暴力像毒品一样，彻底扭曲了他的价值观。他从此认定，这就是通往成功的捷径。更可怕的是，哪怕在2014年，中国山东的法院已经对他的同案犯进行了判决，他当时没抓到，他不但不收手，反而在犯罪道路上狂奔。后来甚至一度被报道非法获利高达2.98亿美元。这种对法律的无视和对同胞的冷酷已经达到了极点。最后就是他的扩张伪装和转型升级，把这套罪恶模式越玩越大。钱来的太容易，胃口就更大。他从网络赌博自然就延伸到了更狠的电信诈骗。为了更安全的犯罪，他开始了系统性的伪装，先是搞了个柬埔寨国籍，然后改名换姓，从佘志江变成佘伦凯之类的，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侨商，用之前我们说的慈善行为给自己镀金，混进各种高端商会。所以大家看清楚这条线了吗？他从一个底层挣扎、渴望快钱的投机者，在菲律宾找到了专门坑害同胞的财富密码，然后利用骗来的钱不断洗白、伪装、扩张，最终把这种模式升级复制到了妙瓦底的 KK 园区。他的成功每一步都踩在法律的红线上，每一分钱都沾着受害者的血泪，这根本不是本事，这是毫无底线的罪恶。为此，他选择了一个好地方——妙瓦底。他利用绝佳的地理位置，大家看地图，妙瓦底和泰国仅仅隔着一条默爱河，这带来了巨大的便利。首先，方便诱骗和偷渡，他们可以先把人骗到泰国，再轻易的通过边境通道把人弄到妙瓦底。其次，更可怕的是，这条河成了他们处理不良资产的通道，完不成业绩没有价值的受害者可以通过这条路线被转卖，甚至进行器官贩卖，形成一个恐怖的犯罪闭环。最后万一有事，人员和资金也能相对容易的往泰国方向流动。第三个问题，怎么最大限度增加警方的打击难度？他的答案是天高皇帝远。相比缅北妙瓦底离中国边境更远，中国警方想要进行跨境打击，难度和成本都呈几何级数上升。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感给了他一种可以长期逍遥法外的错觉。说完了选址的天时地利，我们再看看 KK 园区里面的商业模式，那才是真正把人当牲口用的人性榨汁机。佘志江的帝国早就超越了单纯的电信诈骗，他打造了一条高度产业化、冷血到极致的黑色产业链。首先，他们以高薪工作为诱饵，从东南亚各地把中国人骗过来，甚至绑过来。人一旦进了园区，就立刻沦为行走的人民币，身份证、手机被没收，完全失去自由，然后你就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被强迫去进行电信诈骗，完不成业绩，等着你的就是毒打电机、关水牢。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你的最终价值。如果你彻底失去了诈骗能力，或者试图反抗，他们也不会浪费你，你会被当作商品，通过那条泰缅边境线，可能被转卖到其他园区。最悲惨的结局就是被推进器官贩卖的链条，从强迫劳动诈骗到最后的生物资产器官贩卖，这条产业链实现了对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的彻底榨干，每一分钱都沾满了血。最后不得不提，佘志江另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他超前的洗白操作。为了更方便地跨国犯罪和伪装，他早在2017年就通过投资等方式购买了一个柬埔寨国籍，并且改名换姓变成了佘冷凯或者石凯伦。这一下他就想换了张皮，切断了和过去通缉犯身份的联系。然后他拿着这个崭新的清白的护照，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侨商，混进各种高端商会，头衔一大堆，甚至还试图把自己的犯罪窝点到亚太新城包装成响应一带一路的正经项目。这套利用国际规则漏洞的身份伪装术，给他的罪恶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合法外衣。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佘志江在妙瓦底的布局是一个结合了地缘漏洞、军阀保护产业链、极致榨取和国际身份伪装的精密系统。他的成功恰恰说明了打击这种跨国犯罪的难度有多大，不仅要抓人，更要端掉整个保护网和生存土壤。好在我们终于要迎来这个大骗子的结局。佘志江是怎么落网的？首先，他的落网根本不是天降神兵、手到擒来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持续了3年、极其磨人的法律拉锯战。事情是这样的，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曼谷的一个高档社区里把他给逮住了。你可能会想，抓到了不就马上引渡回来了吗？太天真了。对佘志江这种级别的罪犯来说，被抓只是上半场的结束，下半场他要在法庭上负隅顽抗。他利用泰国复杂的司法程序开始了各种折腾，先是就引渡裁定上诉，失败了还不算，居然又抛出一个宪法异议，说泰国用来引渡他的内部法律本身违宪。更离谱的是，他还在监狱里编故事，谎称自己是中国执法机关的特工，企图搅浑水，寻求政治庇护。这一通操作下来，目的就是一个拖，用时间和法律程序消耗各方的耐心和资源。但这一次他打错了算盘，
中国警方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专业能力。公安部专案组的民警在3年里往返中泰10几次，硬是整理出了300多卷堆积如山的证据材料，把铁证砸在了法庭上。中方是依据1993年就和泰国签好的引渡条约，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这场拉锯战一直打到2025年10月22日，泰国宪法法院做了终审裁定，驳回了他的所有话招，维持原判，同意引渡。最终在2025年11月12日，他才被押解回南京。这场胜利不仅仅是抓一个人，更是中泰两国司法合作的一个里程碑，证明了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绝不是一句空话。但是朋友们，如果我们觉得抓了佘志江就万事大吉，那可就太天真了。我必须告诉大家，扳倒一个佘志江只是斩断了这条罪恶链条最顶端的一环，妙瓦底那片滋生犯罪的土壤还远远没有被根除，真正的难题现在才浮出水面。所以说佘志江的落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是大快人心，但它更像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它告诉我们，正义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